55岁大爷坚持用猪油炒菜，3年后体检，身体状况出乎意料。对于猪油，老一辈人感到再亲切不过了。那时候生活条件不好，可以选择的油类有限，于是人们买回猪肉都会将里面的油脂保存留下来烹饪菜肴。可是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，人们的烹饪用油选择越来越多，猪油便逐渐被抛弃。而且媒体经常会宣传猪油含脂肪过多，容易诱发心血管病，也因此人们便逐渐抛弃猪油，改用植物油了。可是不久前网上爆料，一个55岁大爷坚持用猪油炒菜，并没有出现太大的身体问题。这下人们对猪油是否健康的问题又变得疑惑起来。大爷坚持猪油炒菜。55岁的赵大爷家住山东，是一名教师，现在离退休仅有5年的时间了，工作上的负担也没有之前那么重。于是渐渐的在工作之余，赵大爷喜欢上了烹饪。他总是想方设法做好吃的给家人吃。对于现如今媒体对猪油不健康的宣传，赵大爷在网上也经常看到。曾经有段时间，赵大爷也坚持用植物油烹饪菜肴。可是有一天，当他看到一个老中医说猪油其实对身体还是有好处的，再加上自己平时很喜欢吃猪油烹饪的菜肴，于是毅然决定改用猪油来烹饪菜肴。尽管子女们曾提出过反对，但赵大爷还是不为所动。就这样，赵大爷坚持用猪油炒菜，炒了整整3年。后来子女们为了赵大爷的身体健康，给赵大爷安排了高端体检。赵大爷为了不辜负子女的好意，于是参加了体检。不久后，体检报告出来了。为了好好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，赵大爷便把体检报告拿给医生，让医生帮忙看。与此同时，赵大爷心里充满了忐忑。不一会儿，医生看完了体检报告，露出了一丝微笑。紧接着，医生便对赵大爷说道：“赵老师，您的高密度脂蛋白比较高，低密度脂蛋白水平也比较高，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要注意控制。”赵大爷听了一脸疑惑，他表示自己吃猪油多年，没有觉得身体有什么不适呀，怎么低密度脂蛋白这种坏胆固醇水平会偏高呢？医生接着解释道，猪油确实是有一定的营养价值，但是凡事都有个度。您炒菜的时候可能猪油放得过多，因为在高温烹饪的情况下，猪油同样会产生一些有害物质。后来赵大爷听从医生的建议，他先是改变原来大火炒的方式，为小火慢炒。同时，赵大爷在食用猪油的同时，还使用了一些植物油。调整一段时间后，再次体检，医生发现赵大爷的胆固醇和血糖水平都有所下降。看到赵大爷这样的体检结果，医生自然是高兴的，于是补充道，不论什么东西都要适量，猪油确实对身体有一定的好处，但它含的脂肪也比较多，所以猪油可以用，但要适量。后来赵大爷在烹饪中注意猪油的用量，之后血脂、血糖等指标一直比较稳定。猪油的健康真相。老一辈人对猪油都有很深的感情，虽然现如今油的种类变多了，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还是对猪油情有独钟，好像在他们那个年代没有听说吃猪油吃出毛病的。近些年，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人们对健康和营养也更加重视，而猪油也被宣传说脂肪酸含量过高，不健康，甚至将现如今心血管疾病高发都怪在猪油身上。那猪油究竟是否健康呢？自古以来，中国就有用猪油烹饪菜肴的习惯，而且传统中医一直认为猪油是一种含有丰富营养物质的食品。猪油中含有丰富的矿物质、维生素、脂肪酸等，这些营养素都是维持身体能量所必需的物质。现如今心血管疾病呈高发态势，很多人都认为是脂肪酸害的。但是脂肪酸也分饱和脂肪酸、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反式脂肪酸，而导致心血管病的罪魁祸首是反式脂肪酸。反式脂肪酸结构比较松散，容易沉积在血管，进而使血管内的脂肪无法代谢，从而造成心血管问题。而猪油恰恰不含反式脂肪酸，它含有的是丰富的饱和脂肪酸，它能够帮助人体形成稳固的脂肪结构，而稳固的脂肪结构可以帮助脂肪更好的储存和代谢，这样反而降低了心血管的发病率。猪油中丰富的维生素 D 可以有效的帮助人体对钙的吸收。钙是骨骼健康的利器，很多老年人骨质疏松，孩子的骨骼发育不好都是因为缺钙。
如果老年人和孩子适当的摄入一些猪油，就能帮助他们更好的吸收钙，从而促进骨骼健康。另外，猪油中的油酸和脂肪对大脑的保健也有神奇的功效，因为大脑要维持健康需要充足的氧气，而猪油的这些营养素可以帮助大脑供氧。因此，对于学生以及脑力劳动者，适当的吃些猪油可以给大脑提供能量。对于老年人来说，适当吃些猪油可以有效预防老年痴呆。除了以上好处之外，猪油里面的油脂还是很好的肠道润滑剂。现如今很多人都有消化不良、便秘的问题，适当摄入猪油可以促进肠道蠕动，缓解消化不良、便秘的问题。由此看来，我们对猪油还是有很多误解的。猪油本身是一种健康的食品，它提供了我们身体所需的能量。但猪油毕竟是一种动物油，过多的食用对健康也不会有好处。过去老一辈人之所以吃猪油，身体没什么问题，主要是因为那个年代人们生活条件有限，即使摄入猪油也不会太多。而现如今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人们的食品种类更加丰富，油的选择也更加多样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如果再摄入猪油，身体的脂肪含量就会超标，人就容易得慢性病。3. 如何健康吃猪油？猪油本身是一种营养品，但要想让其中的营养素能够更好的发挥作用，我们就必须掌握科学的食用方法。而想要健康的吃猪油，我们就要注意以下几点。首先要控制猪油的摄入量。按照正常的饮食结构来看，人体是需要一定的油脂和脂肪的。而猪油当中的油脂和饱和脂肪酸能够满足人的身体需求。任何营养品的摄入都有一定的总量限制，猪油也不例外。为了维持身体健康，正常人每天摄入的猪油不能超过50克。这个摄入量还是在没有摄入其他高脂肪食物的前提下。如果摄入了其他的高脂肪食品，猪油的摄入量还要进一步减少，甚至不摄入。其次要控制好油温。现如今很多人吃饭都追求重口味，喜欢大火爆炒或者油炸，这样做出来的食物的确很好吃，但是这样一来油温就会过高。如果用猪油在这么高的油温下烹饪，猪油中的脂肪酸和维生素会大量流失，破坏猪油的营养成分，还容易产生亚硝酸盐等致癌物质。因此，要想健康的用猪油，要尽量的采用低温烹调方式，这样才更有利于猪油营养物质的保存。在此，猪油不能放置时间过长。作为动物油类的猪油和其他动物油类一样容易腐蚀、氧化。氧化后的猪油不仅味道难闻，还含有很多的有害物质。如果吃了变质的猪油，身体就会出问题。猪油一般遇到高温高湿的环境容易氧化，因此在保存猪油的时候要注意保存在阴凉干燥处，避免受阳光的直接暴晒。另外，为了保证猪油的营养与健康，就算是合理保存的猪油，如果放置的时间过长，最好也不要食用。猪油最有营养的时候是新鲜的时候，放置时间过长的猪油，它不仅不新鲜，还可能会有一些有害物质，所以买来的猪油要尽快食用。最后，有些人吃猪油需要严格控制。猪油虽然是营养品，对于普通正常的人来说，适当摄入对身体有好处，但是有些人吃猪油的量需要严格控制。因为猪油中所含的脂肪较多，虽然它的脂肪质量很高，但对于肥胖人群、三高人群来说，他们摄入猪油需要严格控制。肥胖、三高的出现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体内的脂肪过多。如果再过多摄入猪油，脂肪会更多，这样就会加重肥胖和三高的症状。除此之外，没有什么身体消耗的人也不适宜过多吃猪油。猪油里面主要是油脂和脂肪。那些没有什么体力和脑力消耗的人，本身缺乏能量消耗，如果再过多摄入猪油，会造成脂肪堆积，长此以往对健康不利。在我国，猪油已经有很长的使用历史了，但不知从何时开始，猪油竟然被宣传成一种有害的食品。也因为如此，现如今市面上再很少见到猪油了。我们承认，猪油的确含有大量的脂肪和油脂，但这些元素也是维持人体健康所必须的。因此，适量食用对身体健康是有好处的。我们需要知道的是，人体需要的营养素是多样化的。无论什么东西，如果我们不吃，就会缺乏营养；吃的过多，营养就会过剩。因此，要想维持身体健康，我们在饮食中需要做到既不排斥也不过量。